哥做个陶艺吗 ？DIY 自己体验一下。对于景德镇的印象，其实还是来自于瓷器。感觉瓷器跟景德镇这几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要做一款以景德镇为背景的模拟经营游戏，通过我们的游戏穿越到古代，玩家以一个窑厂工人的身份，把这个窑厂做大，把生意范围从整个城镇慢慢的扩大到全国、全世界。我主要负责制瓷玩法这一整块的内容，希望去深究每一个瓷器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我所接触到的一个数字72个工序，我在想我如何去把这72的工序还原在游戏中来呢？它是怎么逐渐拉坯形成的？它上面的贴花是通过什么样的工艺画上去的？每一个工艺背后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做支撑？这一次来景德镇呢，我希望挖掘出更多的工艺的细节，还原到游戏中。文员你好，做我们这款游戏的时候，有个初步的构思，让一个窑工从最基础的学徒，然后慢慢的把整个窑厂去做大。所以在整个工业体系这块，我们也希望得到馆长更多的经验。您看到这边的一大片的各种遗迹啊，它就是由不同时候的窑炉、作坊、辘轳坑、储泥池、赛架堂共同组成的。这里的窑炉，它是一个最核心的环节。瓷器最后能不能烧成功，一把火太重要了。所以窑房毫无疑问串起了整个窑业生产的核心。那咱们这种窑炉烧窑的出品大概什么样的周期？烧制的话，一般1天1夜就够了啊。但是它呢，前面的你满窑要点时间，然后呢，冷却也要时间。像这种窑，应该冷却一般要3天时间。它还是需要保温慢慢降温。对，急速降温它就容易热胀冷缩，就容易裂，而且突然又大量的氧化，氧化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对。那我们在做游戏过程中，怎么去把这72个工序进行还原呢？这个数字是一个概数，它其实远远不止72道工序，你没有必要在游戏中过分追求这个数量，而是把它的原料的开采、原料的加工、燃料的开采加工，以及呢它的成型、装饰、施釉、修丽、晾晒、入窑、装窑、烧窑、出窑，这个主链条能够表达清楚，我觉得就很好了。我们从40年的考古中出土了海量的瓷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工艺，品类很丰富。比如说我们的网红的碎碎鸭，正统的青花龙纹大缸，以及各种颜色釉，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成为素材。咱们这个瓷器是在哪边烧的？后面呢，有窑，它是烧松木的。哦。今天跟院长聊完之后，感受到窑炉在景德镇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希望把窑炉跟整个游戏的设计紧密结合起来。高温烧制的过程，玩家可根据真实的温度进行升温、降温的操作。点击火焰就是升温，点击吹风就是降温。我们做的这个游戏，最终还是来自于能够让玩家真实的体验制瓷，在现实生活中就有的记忆。它能够在游戏中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进行体验，在不失还原的基础上，能够让玩家玩得懂。首先筛选掉了一些结构确定性比较明确的工序过程，挑选了一些能够让玩家上手体验更多去 DIY 参与的流程。先从选泥制胚开始，走，往上走，大拇指一小点，顶住里面的中指，顺着走，走。大拇指啊，要接触面小，越小它的阻力越小，阻力越小你就越顺弹。哎，对了，接种，哎，对。如果我再想把它再扩大呢？那我们就把底部扩开点，这中间别动，上面再轻轻往跨一点来，啊，这碗就出来了。哦，师傅，您做这个手艺大概多少年了？大概30多年了，那我16岁就过来学的。您觉得就是在制皮这一块，我能在游戏里做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呢？把它做游戏的话，我们双手来弄的时候，可以根据你双手来随时把它变换成任何可控的线条。对。但这可控的线条前提是在同心圆里面。哦。其实他每一个玩这游戏的人，他可以都是根据他自身的审美和他的一些想法，他是做成无限组的一些线条出来。
这次跟师傅体验了之后，感受到制皮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之后的游戏制作过程中，也是希望不仅仅让玩家只能体验到拉圆形的器型而已，我希望包括一些四方屏啊、八棱屏啊这些形态各异的坯体都能够在我们游戏中进行还原。制坯制作玩法的过程中，跟师傅真实体验结合最紧密的一点，就是玩家能够非常真实的去将泥坯进行不同部位的拉坯收缩形变。其次，选择不同的纹样图案进行装饰，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釉上彩绘、低温烤花，自由的 DIY 自己的瓷器，让玩家的天马行空能够还原出来。在游戏中，希望能够向广大的玩家普及景德镇的文化，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NPC 的功能，你可以跟他聊天，了解更多瓷器的一些知识。为啥是瓷都？您看这地方，瓷石高岭，土富足，水路又便利，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整个游戏对景德镇历史的还原上达1000年前，近达近几十年，包括整个制瓷工艺逐步的迭代，能够感受到整个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跟整个世界进行贸易交流的盛况。它每一个街道跟景德镇现在的规划是一模一样的，穿越的感觉。我们希望这个游戏是一个可以去了解景德镇的基础，能够引入更多的玩家，更多的对瓷器感兴趣的人来到景德镇，真实的去体验一下景德镇这些工艺，也可以通过游戏感受从古至今景德镇城镇的变化、文化的变迁。